书屋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小男生从小的一个梦想，因为它算得上是小男生的一个精神堡垒。那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，所以在设计上呢，有别于一般的书屋的做法，就是在做了一道障碍在里头。一般的书屋可能直接是楼梯可以攀爬上去，但是在这个设计上，我可以就是把楼梯只做了一半，然后你必须要先透过你的力量，然后再爬到楼梯的下一阶，你才能很顺利的爬上书屋。小女孩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书屋的下面呢做了一个秋千，然后这个秋千是专门是给小女生用的。你要做到一个好的施宅项目的话，必须要花一些时间去认识这房子里面的每个成员。我讲的每个成员，除了主人、小孩以外，可能连宠物你都要考虑的。它是在20几年建的，因为它的地点其实还是交通比较方便的。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它自带的花园是我们也想要的那个尺寸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下来。那时候做一个相对比较大胆的一个做法，就是我们把整个的楼顶、屋顶的这一个高度呢，往上提了将近有1.5米的一个空间，等于说是偷了1层的空间出来，然后这一整层的空间呢，都是给主人使用的。我发现就是说，很多的女主人她们的衣服其实是永远买不完的，然后她的衣柜尺度是永远必须要很大很大的，然后这衣柜间是有2层的一个概念的，尽可能在利用这整个的楼顶的这个空间呢，去做到一个最大化。这个衣柜间的设计呢，有点仿效这种所谓的服饰店的整个更衣间的感觉。所有的衣服是环绕着你的。因为主人他的工作原因，所以他们时常会接待一些朋友，所以在整个区域的分配上呢，希望可能在1楼呢，尽量做成是一个可以对外或者对外半开放的一个空间。最满意的区域包含厨房的这一块，用餐区有一个红色的吧台，然后这个吧台呢，实际上是考虑是给早上的时候家里面的成员，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些时间段，不管是上课上班，但是他同时可以在那个地方用早餐的。在2楼呢，主要是给小孩子的空间，其中的老二呢，他自己比较喜欢音乐，所以在当初在考虑的时候，里头会有一些比较开放的空间是要预留出来的。譬如说，像现在里面放了很多的鼓啊，还有电子琴啊这些东西。3个小孩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以外，还做了一个他们可以在一起玩的游戏室。然后特别在里头有一个家具的设计呢，是整面墙的书架，让小孩子他可以更有趣，更想去，可以一种爬上爬下的概念。因为以往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很多有趣的东西，或者是父母亲不想让你拿到的东西呢，我们都习惯会放在这个柜子的最上方。所以其实对我而言，觉得在越高的地方，其实它的吸引力是越大的。我印象蛮深刻的，就是在当时，刚开始的大概1年的时候，我会发现里头全都是玩具，但现在我去看，全都是书了。We don't go to park anymore because we have a garden here where we can play with the children. We spend more time at home than going outside.